听故事学中文，一起走进中国。大家好，欢迎来到听故事学中文 Learn Chinese Made China， 我是小文。大家好，我是华哥。华哥，今天必须跟你说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上周我有个美国朋友来北京玩，我带他去吃火锅。哦，火锅。对，然后呢，服务员过来问您几位？我朋友直接愣住了，他学过中文，但是真的到了餐厅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情况太常见了，很多学习者在课本上学了很多词，但是一到真实场景就不知道说什么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怎么用中文在餐厅点餐，这个话题实用性特别强，非常实用，因为吃在中国文化里真的太重要了。我们见面常说吃了吗 ？Even it's just a greeting， 对吧？没错。那华哥，我们今天就从进餐厅那一刻开始讲起吧。好，首先呢，当你走进一家中国餐厅，服务员通常会問你一个问题：您几位？对，这个几位几的意思是 how many way， 是 a polite way to say people。对，位是一个量词 ，measure word 比较礼貌的说法。如果你们是2个人，你就说2位；3个人说3位。这里要注意哦，我们说2位不说2位。中文里面2和2的使用是有区别的。这个很关键。简单来说，在量词前面，我们用2，比如2位、2个人、2杯水。对，但是数数的时候，我们说1、2、3、4用2。没错，那说完人数，服务员可能会问吃点什么，想吃什么。这个时候就该看菜单了。菜单 menu 这个词很重要，菜是 dish 或者food，单是 list。 对，如果你看不到菜单，你可以说请给我菜单 Please give me the menu。 句型很简单，请给我。这个请字特别有用， please 加上请会显得很有礼貌。是的，那么拿到菜单以后呢，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菜，中国菜分类特别多。对，这个就得说说中国的美食文化了。华哥，中国有句话叫什么来着？民以食为天。对，民以食为天，意思是 food is essential to people， 吃饭对老百姓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中国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菜，比如说四川菜。川菜 Sichuan cuisine， 特点是麻辣 spicy and numbing。 广东菜呢？粤菜 Cantonese cuisine， 比较清淡 light flavor， 注重食材的原味。还有北京烤鸭、上海小笼包。对，不过今天时间有限，我们主要讲点餐的时候会用到的词。小文，你觉得哪些词是最基础的？我觉得首先要知道点菜这个词，点菜就是 order food。 对，点这个词很有意思，它的基本意思是 point， 用手指点一下，所以点菜就是指着菜单上的菜，选择你要吃的。这个字还可以组成很多词，比如点头 nod your head。 还有一点儿 a little bit， 但这是另一个发音和意思了。中文就是这样，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词里面意思可能完全不同。所以学习者要注意上下文， context is very important。 没错，那点菜的时候我们会说我要 I want， 或者我想要 I would like。 我要一份宫保鸡丁 I want 1 serving of Kung Pao chicken。 对，这里的份也是一个量词，用来计量菜品的1份、2份、3份。华哥，我发现中文的量词真的好多啊。是，量词是中文的一个特点，不过常用的就那么几个，慢慢就习惯了。那如果我想喝东西呢？你可以说我要一杯水 I want a glass of water。 杯是量词 for drinks in a cup or glass。 或者我要一瓶啤酒 I want a bottle of beer。 瓶是 bottle。 对，那这里顺便说一下，在中国餐厅通常会提供免费的茶水或者白开水。对，
这个和西方国家不太一样，在西方餐厅一般给冰水 ice water， 但是在中国，很多人喜欢喝热水或者温水 warm water， 这是一个文化差异。中国人认为喝热水对身体好 healthy for body。 对，那说到文化差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中国餐厅吃饭，我们通常是分享的方式。对 share dishes， 大家点好几个菜放在桌子中间，每个人都可以吃。这个和西方的用餐习惯很不一样，在西方一般是每个人点自己的菜 ，each person orders their own meal。对，所以如果你和中国朋友一起吃饭，不要惊讶为什么大家都在同一个盘子里夹菜。而且中国人吃饭用筷子 chopsticks。筷子筷这个字形状像竹子，因为传统的筷子是竹子做的 made of bamboo。 对，如果你不会用筷子，你可以说请给我叉子 Please give me a fork。 叉子是 fork。 或者勺子 spoon。 对，不过我建议学习者可以试着学习用筷子，这也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没错。好，那我们现在来说说菜单上会看到的一些常见词汇。好，首先是米饭 rice， 米是 rice grain， 饭是 cooked rice or meal。 面条 noodles， 面是 flour or noodles， 条是 strip 的意思。汤 soup， 比如鸡汤 chicken soup， 西红柿鸡蛋汤 tomato and egg soup。 然后是各种做法的词，比如炒 stir fry 炒鸡蛋 scrambled eggs， 煮 boil， 煮面条 cook noodles。 蒸 steam 蒸鱼 steamed fish。 烤 roast or grill， 烤鸭 roast duck。 华哥，我们是不是应该教一些具体的菜名？可以说几个最常见的，宫保鸡丁 kung pao chicken， 这个我们刚才说过。麻婆豆腐 mapo tofu， 一道川菜。糖醋里脊 sweet and sour pork， 糖吃是 sugar， 醋是 vinegar。 红烧肉 braised pork belly， 红烧是一种做法 braised in soy sauce。 那点完菜以后，服务员可能会问还要别的吗 Anything else？ 如果不需要了，你可以说不用了，谢谢 no need， thank you 或者够了 enough。 如果还要，你可以说再来一个 one more。 对，那吃完饭以后呢，就该结账了，结账 pay the bill。 对，结是 settle， 账是 bill or account， 你可以说服务员结账 waiter check please。 或者买单这个词也是结账的意思，南方人常用。对，那这里又有一个文化差异，在中国我们通常是一个人请客 one person pays for everyone。 对，朋友之间会抢着付钱，这叫抢着买单，这是一种礼貌和热情的表现。但是在西方更常见的是 AA 制 split the bill， 大家分摊费用。对，所以如果你想要分摊，你可以说我们 AA 吧 Let's split the bill。 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接受这种方式。那付钱的时候你可以问可以刷卡吗 Can I pay by card？ 或者可以用微信支付吗 Can I use WeChat Pay？ 对，现在在中国移动支付特别普遍 mobile payment， 微信支付、支付宝、Alipay 非常方便。对，那付完钱你可以说谢谢再见 Thank you goodbye。 服务员可能会说慢走 take care， 或者欢迎再来 welcome back。 好，那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今天学的重点词汇。好的，首先是几位 how many people， 菜单 menu， 点菜 order food， 我要 I want， 各种量词份杯瓶，基本食物米饭面条汤，做法炒煮蒸烤，结账或者买单 pay the bill，
筷子、叉子、勺子。很好。那小文，你有什么实用建议给我们的学习者吗？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开口说，即使说错了也没关系。对，中国人一般都很友好，如果你用中文点餐，他们会很高兴，很愿意帮助你。而且可以提前准备一些常用的句子 ，Practice makes perfect。对，另外，如果听不懂，不要紧张，你可以说，请再说一遍 ，Please say it again， 或者请说慢一点 ，Please speak slowly。还有一个小技巧，你可以用手指着菜单上的图片，这样就算说不出来，也能点到你想吃的菜。这个方法好，很实用。对了，我们想听听大家的故事，你们在中国餐厅点餐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吗？对，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Share your stories in the comments。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请点赞、收藏、转发。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听故事学中文 ，Learn Chinese Meet China。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节目了。对，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我们学习了在餐厅点餐的完整流程，从进门问几位开始，到拿菜单点菜用餐，最后到结账道别。我们也学习了很多实用词汇和句型，还讨论了中西方在用餐习惯上的一些文化差异。对，希望大家下次去中国餐厅的时候，可以自信地用中文点餐。那我们下期节目的主题是什么呢？下期我们要聊一个职场话题，如何在会议中发言。哦，这个话题也很实用，特别是对在中国工作的朋友们。对，我们会教大家怎么用中文表达自己的观点，怎么礼貌地提出不同意见，还有会议中的一些常用表达和商务礼仪。敬请期待。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谢谢大家，再见。再见。